每年夏天，当北京高温逼近炸鱼排档，中南海的老爷们就纷纷南下北戴河，不是泡海澡，是泡会议。这不，2025年度的北戴河暑休模式已经正式启动了。尽管官方嘴上说是老专家老干部的暑期休假，但熟悉套路的人都知道，这是北京高层躲进小黑屋，打开斗地主模式的季节性活动，一直要斗到最后一刻，才能知道谁还留在牌桌上。北戴河的浪花终于迎面扑来，海风还是那阵海风，沙滩还是那片沙滩，只不过今年的浪花特别高，特别浪，七嘴八舌的呼声乱飞，别说嘴巴多，连枪口都快对上了。拳斗早已升级为高端对决版，在海边全面开打。有人说，今年的北戴河与中共四中全会可能是中共的换码头会议，相当于1978年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由毛共换成了邓共。那么这次的习共是准备换码头给胡共、张共，还是再次回归邓共？一旦这些政坛的老戏骨们在北戴河排练好了，眼神和台词都对上了，演员们各就各位，那么四中全会的大幕就会准时拉开。主演连提词器都不用，群演掌声请按剧本来。这次政治大戏的大结局会是习近平被请君入瓮，还是习最后反扑一次？观众朋友，您怎么看？您好，这里是大时局时好日新，我是小峰。7月30日，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完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10月召开中共四中全会后，就一头扎进不知道哪朵浪花里，再度隐身失联了。去年的北戴河会议，习近平也曾人间蒸发21天，今年是旧戏重演，只不过老习这回恐怕是无法掌握全场的气氛了。接下来登场的是老臣蔡奇代习出场，慰问在北戴河暑期休假的老专家们、老干部们。可别忘了，这些老干部们其实都是另类 KPI 考核官。这位帮忙提笔，那位暗中点火，说不定是谁，都可能从海浪中站起来说：“老习，你也该交班了。”今年北戴河的最大的八卦就是习近平要不要激流勇退，怎么退，什么时候退，退一半还是退全身？这可不是吃瓜群众自嗨，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甚至连主流智库和媒体都加入了你猜你猜你猜猜猜的行列。北戴河啊，浪打浪，习主席呀，在干嘛？各路听床师的不同版本仍在多方拉锯中，而最新流传的消息是，中共常委名单增至9人，习近平可能退掉总书记，只保留军委与国家主席，而张又侠以退出军部来换取习近平下台。看来老习还是憋着大招，不过元老们也留了一手，让张又侠组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看住老习别乱来。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真是到了中南海高层内部博弈的关键时刻，权力的夕阳一旦西下，夏宫里的余晖根本挡不住秋后算账的凉风。原来北戴河的浪声里还藏着退潮的预告，四面楚歌的独裁者准备迎接惊涛骇浪吧。接下来我们就上几个北戴河和四中全会的剧本推演，观众朋友请入座看戏。习近平近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定下了中共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那就是“15-5”规划。所谓“15-5”规划，就是中共每5年写一次愿景 PPT， 预测未来，回避现在，承诺大家5年后会更好。如果没变好，就再规划5年。而这一轮2026年至2030年特别关键。除非习近平在中共21大上硬续命，这可能就是他最后一次用 PowerPoint 讲梦话的机会了。共同富裕或者内循环还搞不搞？是全民内卷还是领导先躺平？习近平是体面退场还是死磕到底？
到时候就都有答案了。不过这10多年，中国大陆经济被习近平折腾得惨不忍睹，房市崩盘，青年失业，外资跑路，民企冷却，搞得大家口袋里都没钱了。这种情况下，你还玩 2.0 版计划经济，这不叫经济循环，这叫玩命拖延。时评人蔡胜坤对此表示，目前已不是解决经济下滑问题，而是经济崩溃的当下能否苟延残喘的问题。但试图用这种 2.0 版的计划经济解决问题，无疑是痴人说梦，因为无路可走，只能老酒换新瓶。所以重新回到所谓改革开放的怀抱，也许是最后一根稻草。官场观察工作室昭明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写道，2025年的北戴河会议与四中全会会是中共换码头的会议，相当于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当时的共产党由毛共换码头为邓共，由毛的阶级斗争路线更换为邓的经济建设路线。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与四中全会，在张又侠指挥的82集团军炮口下，将由习共再次换码头回归到邓共。从1978到2025，习近平或许正在体验他的华国锋时刻，这操作熟不熟？熟。如今可能不得不上演邓共 2.0 回归剧，但即使今年是转轴之年，习共改道，邓共 2.0 上场，但恐怕也是没人想买单了。习近平现在是谁的大腿都抱不住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30号在一个活动上表示，中国的经济模式正走向衰落。在我看来，中国持续向市场倾销廉价商品的做法，很快会让全世界厌恶。据官方通稿，政治局会议除了15.5，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什么其他事项没具体展开说，还得在北戴河秘密商量好了再说。下一个最有看点的剧本就是军中未平的余震。从2023年火箭军大案起，习近平的军中铁杆是一个个的倒下。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干掉，前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已被拿下，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经失踪半年。何卫东和苗华这两人都来自被认为是习近平嫡系的福建前31集团军，可以说是老习在军中的左膀右臂。现在习的双臂已断，已经很难再耍军威。在军队高层的这场闹剧中，何卫东一直失踪，戏服都还没来得及脱。据说在最近的政治局小圈圈里，大家已经围着茶几讨论起来了。这位前副帅到底是因为贪腐，还是政治立场不干净？要不要把他的党籍和上将军衔一起打包下架？只是目前还没正式公告，可能是剧本还得在北戴河继续打磨，要等四中全会再来一个全剧终式的定案。如果四中全会再不给个说法，也实在说不过去了，怎么也得有个了断。而另一位老戏骨苗华已经提前下线，蔡胜坤说他被处理的方式会成为军中立规矩的风向标，翻译一下就是谁以后站错队，看看这哥俩的下场就知道了。8·1刚过，现在军方的局面真是十分蹊跷。7月31日，在北京大会堂举办所谓建军节招待会，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生明出席招待会，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但习近平和张又侠双双玩起了隐身术。在8月1日所谓的建军节当天，中共军队罕见没有举行上将授衔仪式。依照以往惯例，从前党魁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以及习近平早期，这些身兼军委主席的党魁都会在8·1当天为上将授衔。现在军队将领被打得七零八落，持续有人下马或失踪，习近平居然还不着急，还不提拔任何上将，难道要等到北京9月份的大阅兵吗？真正的大戏是什么？不是谁被打，而是谁接棒。军委副主席的位置空着呢，
还空的分很大，军委委员就缺了2个。那么问题来了，补上去的人是张又侠旧部还是习近平亲卫？谁上台谁退场，就能看出这场军权大戏的导演到底还是不是习总本人。因为又有传言说老习就是不下台，张又侠又要出现空窗期，剧情的走向现在观众们都看得一脸懵。这出戏到底是换演员还是换导演？北戴河和四中全会就看这场夏末大戏怎么收尾，怎么洗牌，谁能最后坐在指挥台上不动如山，还真不一定。北戴河的浪再次卷起军权的风暴，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已经打响。北戴河的过往一直是高层内斗的非主流战场，一些政治老人人走茶凉，闲着没事，总得找个能发牢骚的地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盘点过自习近平主政以来每年北戴河上演过的刀光剑影。其实一开始习是北戴河的受益者，2012年的北戴河元老大战拉开，习近平却消失了。有人说他游泳拉伤了腰，有人说是椅子砸了背，还有人说他闹脾气耍性子。总之习总不爽，准备不干了。元老们一看不对劲，赶紧跪地求和。习近平回来了，胡锦涛高风亮节交权，习近平一脸感动。但习上台后，北戴河的政治功能被逐渐淡化，政治老人借机提意见的机会被逐渐剥夺。但2023年又传出元老齐聚北戴河，向习发难施压。今年就更严重了，元老逼宫的传闻早就甚嚣尘上。最新的消息又说，习近平会让出总书记的宝座，那么北戴河会议会不会启动后习时代的接班讨论？海外独立自媒体人蒋网正最近在其节目中爆料，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态不再连任，并说李强出面跟他没有什么差别，暗示李强会接班，延续习的权力。习近平放狠话说，很多人说我连任占用了其他人的时间，但是我没有占用任何人的时间。如果我一定要说我占用别人的时间，也就是李强。李强和我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李强最近是很忙，在内亲手斩龙脉，对外狂刷存在感。李强接班，元老们同意吗？团派大将胡春华、汪洋有无回炉可能？北戴河会议看来储君的话题或不可回避，各位备胎选手也肯定都在各自盘算。观众朋友可以重温我们之前的节目，6个中共好太子参加的政治综艺真人秀习近平接班人争霸赛，看看您准备投谁一票。北戴河是毛时代的避暑指挥部，邓时代的改革协商场，江湖时代的老人干政舞台，习时代的暑期调研共识场。但是2025年北戴河的功能会被重新激活，回归权力的决斗场，内斗的加速器和中共内部转轨关键节点。毕竟高层肯定还有不少狼人杀需要密谋，习近平会稳定阵脚继续强人路线，还是元老会逼宫成功，习名存实亡？今年的这场北戴河大戏到底会是垂帘听政版还是权斗决战版呢？这里是大时局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